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建国拿着第5份亲子鉴定报告，手指颤抖地指向襁褓中的婴儿。建国，你冷静点，孩子真的是咱们的。王美丽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眼中满含泪水。咱们的，你看看他的眼睛。李建国的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。5家医院5次检测都说是亲生的，可是襁褓中的婴儿缓缓睁开双眼，那是一双如海水般湛蓝的眼睛，在产房的灯光下闪烁着异样的光芒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连呼吸声都变得格外清晰。美丽知道，有些秘密终究是藏不住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天前，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产房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。李建国在走廊里来回踱步，手心里全是汗。这是他和美丽结婚5年来的第1个孩子。35岁的他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充满了期待。李建国家属，孩子出生了。护士推开产房门，脸上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表情。李建国冲上前去，孩子怎么样？我老婆呢？护士犹豫了一下，产妇很好，孩子也很健康。就是，他停顿了一下，你还是自己看看吧。当护士将裹着蓝色小被子的婴儿递到李建国面前时，他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孩子的五官精致得像个洋娃娃，皮肤白嫩，但最让人震惊的是那双眼睛，湛蓝如海，纯净得像2颗蓝宝石。这是我的孩子。李建国声音颤抖着问道。护士尴尬地点点头，检查过了，确实是您太太刚生的。李建国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在国企技术部门工作了10几年。美丽也是江南水乡长大的姑娘，在外贸公司做文员，2个人都是标准的东方面孔，怎么可能生出一个蓝眼睛的孩子？病房里，美丽虚弱地躺在床上，看到李建国抱着孩子进来，脸上露出了疲惫但幸福的笑容。建国，孩子怎么样？他伸出手想要抱抱孩子。李建国没有立即把孩子给他，只是盯着孩子的眼睛看，那双蓝眼睛清澈得让人心颤，但也让他的心里升起了巨大的疑惑。美丽，你看到孩子的眼睛了吗？他小心翼翼地问道。美丽接过孩子，低头看了看，然后抬起头对他笑了笑。很漂亮，不是吗？这个平静的反应让李建国更加困惑。如果连母亲都不觉得奇怪，那是不是自己想多了？消息很快传到了李建国的母亲那里。60岁的李母一听说有了孙子，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，赶到医院。但当他看到孩子的第一眼时，整张脸都变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母的声音尖锐得像刀子。我儿子和儿媳妇都是中国人，怎么生出个外国孩子？美丽抱着孩子的手紧了紧。妈，孩子是我亲生的，我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什么？李母打断了他的话，这眼睛一看就不是我们家的种。你平时在外贸公司工作，是不是接触了什么不该接触的人？李建国站在一旁，心情复杂。理智告诉他应该相信妻子。5年的婚姻生活中，美丽一直是个贤惠的妻子，每天按时回家，周末陪他看电视，从来没有给过他任何怀疑的理由。但眼前的事实又让他无法理解。妈，您先别激动。李建国强压着心中的疑虑，咱们先把孩子带回家，慢慢观察。观察什么？李母显然不依不饶。你看看这孩子的眼睛，还有那鼻梁，这分明就是混血儿的特征。我不管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美丽抱着孩子，泪水不停地往下掉，
他轻声哄着怀中的婴儿：“小天，别怕，妈妈在这里。”小天，李建国问道：“你给孩子起名了？”李小天，小小的天使。美丽温柔地看着孩子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李建国点了点头，但李母却冷哼一声：“天使，我看是小恶魔还差不多。”这话让美丽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回到家的第二天，邻居们的议论声就传了过来。李家住的是老式公房，隔音效果不好，楼道里的窃窃私语清晰可闻。听说老李家生了个混血儿，那眼睛蓝得跟外国人一样，肯定有问题。小王那丫头平时看着挺老实的，没想到背地里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思想太开放了。这些议论声像针一样扎在李建国心上。他是个要面子的人，在单位里一向以家庭和睦著称，现在突然出了这档子事，让他觉得无地自容。更要命的是，他发现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。晚上，小天哭个不停，李建国抱着孩子走来走去，那双蓝眼睛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明亮。孩子的哭声让他心烦意乱，他忍不住想，如果这真的是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会长得这样？建国，你累了吧？我来抱吧。美丽走过来，想要接过孩子。美丽，李建国突然开口：“你跟我说实话，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美丽的动作停住了。什么怎么回事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李建国盯着他的眼睛。咱们两个人都是中国人，怎么可能生出蓝眼睛的孩子？美丽接过孩子，轻拍着他的后背。建国，遗传学很复杂的，可能是隔代遗传呢。隔代遗传？李建国皱眉。我们两家祖上3代都是中国人，哪来的隔代遗传？美丽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也许是基因突变呢。我听说现在环境污染严重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”这个解释听起来很牵强，但李建国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说法，他只能暂时接受这个解释，但心中的疑虑并没有消除。1个星期后，李建国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决定去做亲子鉴定。什么？你要做亲子鉴定？美丽震惊地看着他，手中的奶瓶差点掉在地上。建国，你真的怀疑我吗？不是我怀疑你。李建国避开了他受伤的眼神，是这个情况太特殊了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外面的人会怎么议论？做个检查，证明清白，对大家都好。美丽盯着他看了很久，眼中有失望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感。最终，他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同意做检查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：“但是建国，检查结果出来后，不管是什么，我希望你能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如果孩子真的是我的，我会向你道歉。”李建国承诺道。第一次亲子鉴定选在了上海市最权威的司法鉴定中心。抽血、取样的过程中，小天一直在哭，那双蓝眼睛里含着泪水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这孩子的眼睛真特别。负责采样的护士忍不住说道。像外国人一样，李建国和美丽都没有接话，气氛有些尴尬。3天后，结果出来了。李建国拿着报告，手都在抖。根据 DNA 检测，被检测儿童与李建国先生的血缘关系概率为99%，支持两者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。看到这个结果，李建国整个人都懵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孩子确实是他的亲生骨肉，但那双蓝眼睛又该如何解释？美丽拿过检测报告，眼中含着泪。现在你相信了吧？孩子真的是你的。但李建国心中的疑惑并没有因此消除，反而更深了。如果孩子真的是他的，那蓝眼睛从何而来？
李母看到检测报告后，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，这肯定有问题。她激动地挥舞着报告，要么就是检测出错了，要么就是这份报告是假的。妈，这是权威机构出的报告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李建国试图劝说母亲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孩子的眼睛是蓝色的？李母指着正在摇篮里的小天，你见过哪个中国人生出来就是蓝眼睛的？除非……他停顿了一下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美丽。美丽抱起孩子，声音有些颤抖：妈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这个检测肯定有问题。李母态度坚决，咱们再去别的医院检查一遍。我就不相信天底下还有这种怪事。李建国看了看妻子，又看了看母亲。小天在美丽怀里安静地睡着，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阴影，那张小脸蛋粉嫩得像瓷娃娃。如果不是那双蓝眼睛，这绝对是个完美的中国婴儿。那就再检查一次吧。李建国最终同意了。这一次，他们选择了另一家三甲医院。抽血的时候，小天哭得很厉害，那双蓝眼睛里噙满了泪水，看得李建国心都碎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个无辜的孩子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孩子确实是李建国的亲生骨肉，但这个结果不仅没有让家庭矛盾平息，反而让所有人更加困惑。李母拿着报告，表情复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。接下来的2个月里，在李母的坚持下，他们又连续做了3次检测，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医院，有私立的，有公立的，甚至还有一家是港资医院。每一次结果都一样，孩子就是李建国和王美丽的亲生骨肉。5次检测，5万多块钱，5次相同的结果，但那双蓝眼睛依然是所有人心中解不开的谜。李建国的工作开始受到影响，办公室里的同事们看他的眼神变得奇怪，有人会故意降低声音讨论什么，看到他来了就立刻停止。他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里的动物，被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发现自己真的开始怀疑起来，不是怀疑美丽的忠诚，而是怀疑这些检测报告的准确性。5家不同的医院，5次相同的结果，这在统计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，除非结果真的是正确的。但如果结果是正确的，那蓝眼睛又该如何解释？有一天下班回家，李建国在楼下遇到了邻居张阿姨。小李啊，张阿姨笑眯眯地说，听说你家小天长得可漂亮了，那眼睛蓝得跟外国人一样。李建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现在的孩子啊，营养好，长得都洋气。张阿姨继续说道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和美丽都是中国人，怎么生出个蓝眼睛的孩子呢？这个问题让李建国无言以对。他匆匆告别张阿姨，上楼回家。家里，美丽正在给小天洗澡，孩子在温水里踢着小腿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。那双蓝眼睛在浴室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明亮。建国，你回来了。美丽头也不抬地说，今天小天特别乖，一天都没怎么哭。李建国站在浴室门口，看着这温馨的画面。如果忽略那双蓝眼睛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幸福家庭。但正是这双眼睛，让一切都变得不普通。美丽，他突然开口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带小天去看看遗传学专家？美丽的动作停了一下。遗传学专家？对，也许专家能解释清楚蓝眼睛的问题。李建国说道，我查了资料，说是有些隐性基因可能会跨代表达。那好吧，美丽同意了，但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犹豫。
遗传学咨询预约在了1周后，李建国特意请了假，陪着美丽和小天一起去医院。这家医院的遗传科在全国都很有名，主任医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。李先生、王女士，请坐。陈医生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看起来很专业。我看了你们的情况介绍，确实比较特殊。小天躺在美丽怀里，那双蓝眼睛好奇地看着周围的环境。陈医生仔细观察了孩子的面部特征，然后说：从外观上看，孩子确实具有混血儿的特征，但你们说已经做过5次亲子鉴定，都确认是亲生的。是的，李建国拿出所有的检测报告，5家不同的医院，结果都一样。陈医生翻看着报告，眉头越皱越紧，这确实很奇怪。按照遗传学原理，东亚人种几乎不可能携带蓝眼睛的基因，除非什么？李建国急切地问道。除非你们的家族中有欧洲血统。陈医生放下报告，蓝眼睛是隐性基因，需要父母双方都携带才能在后代中表达。但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，双方家庭都是纯粹的中国血统，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。美丽抱着孩子的手紧了紧。那会不会是基因突变？基因突变的概率极低。陈医生摇头，而且即使发生突变，也不太可能产生如此完美的蓝眼睛特征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李建国感到一阵眩晕。我建议你们做一个更详细的家族遗传史调查，陈医生说道，特别是3代以内的血缘关系，也许有些信息被遗漏了。走出医院时，李建国和美丽都沉默不语。小天在推车里安静地睡着，那双蓝眼睛在阳光下闪烁着神秘的光芒。建国，美丽突然开口，要不咱们就别追究了，孩子健康就好。可是，李建国犹豫着，没有可是。美丽打断了他，小天是我们的孩子，这就够了。但李建国心中的疑惑已经像野草一样疯长，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就此罢休。那天晚上，李建国失眠了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反复回想着陈医生的话，也许有些信息被遗漏了。什么信息会被遗漏？他对自己的家族史了解得很清楚，爷爷奶奶都是地道的上海人，父亲母亲也是。美丽那边呢？她是江苏人，家里几代都在农村，按理说也不可能有外国血统。但如果没有，那蓝眼睛又从何而来？第2天是周末，李建国决定去拜访一下自己的老父亲，也许老人能提供一些线索。爸，我想问您一些关于咱们家族历史的事情。李建国开门见山。李父正在客厅里看报纸，听到这话抬起头，怎么了？突然对家族史感兴趣了，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家祖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血统。李建国试探着问道。特殊血统？李父笑了，咱们家世世代代都是上海人，能有什么特殊血统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李建国把小天的情况说了一遍。李父听完后也很震惊，蓝眼睛。老人家摘下老花镜，仔细看了看正在李建国怀里的小天，确实很奇怪，咱们家族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那美丽哪边呢？李建国问道。您对他家了解吗？李父想了想，美丽的父亲是个退休教师，母亲去世的早，他家在江苏农村，世代务农，也不想有什么特殊背景。这次谈话没有给李建国带来任何有用的信息，反而让他更加困惑。回到家后，他看到美丽正在整理小天的衣服，孩子的东西很多，各种颜色的小衣服、小帽子、小鞋子，
看起来很温馨美丽。李建国坐到他身边，你能跟我详细说说你家的情况吗？美丽手中的动作停了一下。我家的情况你都知道啊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是说，比如你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情况。李建国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。我爷爷奶奶早就去世了，我小时候见过几次。美丽继续整理衣服，都是很普通的农民，没什么特别的。那太爷爷太奶奶呢？美丽的手明显颤抖了一下。建国，你问这些干什么？咱们不是说好了不再追究了吗？我就是好奇。李建国紧盯着他，如果能找到蓝眼睛的来源，不是更好吗？美丽站起身，抱起小天，孩子饿了，我去给他喂奶。他匆匆走进卧室，留下李建国一个人坐在客厅里。他注意到刚才提到太爷爷太奶奶的时候，美丽的反应很不自然。也许答案就在美丽的家族史中。李建国心脏剧烈跳动，颤抖着手拿起那张发黄的老照片。照片中的女子穿着民国时期的旗袍，最让人震惊的是，她有着和小天一模一样的湛蓝色眼睛。你在干什么？王老师慌张地冲进书房，想要夺回照片。那个不能看，爸，这是谁？李建国死死抓着照片不放。为什么他的眼睛和我儿子一样？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熟悉的哽咽声：“爸爸，不要再瞒了。”李建国僵硬地转过身，看到美丽泪流满面地站在门口，她的眼中有着复杂的情感，解脱、恐惧，还有深深的愧疚。建国，有些事情我瞒了你5年。美丽的声音在颤抖。现在该告诉你真相了。这张照片里的人是我的太奶奶。她什么？李建国几乎是咆哮出声。美丽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她不是中国人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。李建国手中的照片掉在了地上，整个人如遭雷击般僵在原地。李建国缓缓弯腰捡起那张照片，手指在照片边缘轻抚着。照片虽然泛黄，但女子的容貌依然清晰可见，高挺的鼻梁，精致的五官，还有那双如海水般深邃的蓝眼睛。她叫什么名字？李建国的声音很轻，仿佛怕惊扰了照片中的女子。王老师看了看女儿，又看了看李建国，最终叹了口气，坐在椅子上。她叫卡捷琳娜，是个俄国人。美丽走到李建国身边，伸手抚摸着照片。建国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震惊，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李建国点点头，他现在需要知道全部的真相。那是1920年代的事情了。王老师开始讲述，当时正值乱世，很多俄国贵族因为10月革命流落到中国，卡捷琳娜就是其中一个。她才19岁，独自一人从哈尔滨一路南下，最后到了我们家乡。我太爷爷王文轩当时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，在镇上的私塾教书。美丽接过话头，她救了快要饿死的卡捷琳娜，2个人慢慢相爱了。李建国仔细端详着照片，所以你太奶奶是俄国人？对，她嫁给我太爷爷后，为了融入当地生活，学会了中文，甚至起了个中国名字王静怡。美丽的眼中带着一种复杂的情感，但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，这段混血的历史一直是家族的秘密。王老师起身走到书架前，取出一个木盒子，这里面还有一些他的东西。盒子里有几张照片，一本用俄文写的日记，还有一枚精美的胸针。李建国拿起其中一张照片，那是卡捷琳娜和王文轩的合影，2个人看起来很恩爱。你们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？李建国问道。建国，你要理解那个年代的背景，
美丽坐到他身边。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，有外国血统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事情。我爷爷因为这个身份，一直小心翼翼的生活。王老师点点头，是啊，那时候海外关系都要被审查，更别说有俄国血统了。为了保护家人，我们选择了沉默。李建国开始理解这个家族选择隐瞒的原因，但他还有疑问，那为什么前几代人都没有表现出蓝眼睛的特征？这就是遗传学的复杂之处。美丽解释道，蓝眼睛是隐性基因，需要特定的组合才能表达。我太奶奶和太爷爷的孩子，也就是我爷爷，外表看起来完全是中国人，但他携带了蓝眼睛的基因。到了你这一代呢，我也携带这个基因，但没有表达出来。美丽轻抚着小天的脸颊，直到小天出生，两个隐性基因结合，蓝眼睛才重新出现。李建国震惊地看着他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也携带蓝眼睛的基因？这是唯一的解释。美丽点头，否则小天不可能有蓝眼睛。这个发现让李建国更加困惑。可是我们家族明明没有外国血统啊！王老师和美丽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似乎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。建国，其实还有一件事我们一直没敢告诉你。美丽犹豫了很久才开口。李建国感到一阵不安。什么事？关于你的身世。美丽的声音很轻。你记得你小时候的事情吗？小时候，李建国回忆着。我记得我3岁前是跟爷爷奶奶住的，后来才跟父母生活。为什么这么问？美丽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建国，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。我们结婚前，我偷偷调查过你的家庭背景。你调查我？李建国震惊地看着他，因为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。美丽拿出手机，翻出一张老照片。这是我从你家老相册里偷偷拍的。照片上是李建国的爷爷奶奶，还有一个小男孩。但让李建国震惊的是，照片的背景不是上海，而是东北的某个地方。他能认出那些特殊的建筑风格。这张照片是在哈尔滨拍的，美丽说道。时间是1990年，那时候你3岁。李建国仔细看着照片，我爷爷奶奶怎么会在哈尔滨？他们不是一直住上海吗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美丽把手机递给他，我找到了更多线索。你爷爷年轻时曾在东北工作过，在那里认识了你奶奶。王老师这时插话道：孩子，有些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。哈尔滨在那个年代聚集了很多俄国移民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环境。李建国感到头晕目眩。你们的意思是，我的家族也有俄国血统？很有可能。美丽点头。你奶奶的姓氏是柳，但据我调查，她原来的名字可能是柳德米拉，这是个俄国名字。这个信息如同晴天霹雳。李建国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完全颠覆了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纯正的中国血统，没想到竟然也有俄国基因。所以，小天的蓝眼睛是我们双方俄国血统的结合。他喃喃自语。是的，美丽握住他的手。这就是为什么5次亲子鉴定都显示他是我们的亲生孩子，因为他确实是。蓝眼睛只是隐藏了几代人的基因，重新表达而已。李建国看着照片中的小天，那双蓝眼睛现在看起来不再诡异，而是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。这双眼睛连接着2个家族，2段相似的历史，2个关于爱情和生存的故事。美丽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？李建国问道。我害怕。美丽眼中含着泪。我怕你无法接受，怕你会怀疑我们的爱情，怕这个秘密会毁掉我们的家庭。
可是你的隐瞒差点真的毁掉了我们的家庭。李建国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责备。我知道，我错了。美丽哭了起来。这几个月来，看到你的痛苦和怀疑，我每天都在煎熬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这个秘密太复杂了。李建国沉默了很久，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。王老师起身泡了茶，客厅里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。小天在美丽怀里安静地睡着，偶尔会动动小手，那张粉嫩的小脸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可爱。建国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王老师关切地问道。李建国端起茶杯，茶水的温度让他感到一丝慰藉。说不震惊是假的，但我开始理解了。他看了看美丽，又看了看小天。其实这几个月来，最折磨我的不是怀疑美丽的忠诚，而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外界的议论和家人的质疑。那些议论确实很伤人。美丽轻声说道。我每次抱着小天出门，都能感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小天的蓝眼睛不是什么丑闻，而是历史的印记。李建国伸手轻抚孩子的脸颊，他身上流淌着2个民族的血液，这应该是值得骄傲的事情。王老师欣慰地点点头。孩子，你能这样想，我很高兴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正视这段历史，而不是继续隐瞒下去。爸，那您还有什么资料吗？关于太奶奶的？美丽问道。王老师又从书房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这里面有一些卡捷琳娜留下的信件，还有她教给我们的一些俄语单词。李建国翻看着这些珍贵的资料，每一样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情、勇气和生存的故事。他后来怎么样了？他活到了80多岁，一直住在我们村里。王老师回忆道，虽然外表和大家不同，但村民们都很尊敬他。他教会了村里的孩子们很多知识，还会做最好吃的面包。他有没有想过回俄国？当然想过，特别是年轻的时候。王老师的眼中闪着泪光。但是后来有了孩子，有了家，中国就成了他的家乡。他说，爱让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发芽。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李建国。他想起了自己对美丽的爱，想起了这5年来他对家庭的付出，想起了他独自承受秘密的痛苦。美丽，对不起。他握住妻子的手。我应该更相信你的，建国，是我应该道歉。美丽眼中含着泪。我不应该隐瞒这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都有错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面对未来。李建国看着熟睡的小天，我们要教会他以自己的身世为骄傲，不管别人怎么看。王老师满意的笑了。这样就对了。历史不应该是负担，而应该是财富。就在这时，小天睁开了眼睛，那双蓝眼睛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他看着爸爸，咿咿呀呀地笑了起来，小手伸向李建国。李建国接过孩子，紧紧抱在怀里。这一刻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骄傲。这是他的儿子，一个承载着2个民族历史和爱情的孩子。1个月后，李建国带着美丽和小天回到了上海。这次，他们不再害怕外界的议论，而是准备坦然面对一切。李母看到他们回来，表情复杂。你们在江苏这么久，到底搞清楚什么了吗？妈，我们搞清楚了。李建国把小天放在摇篮里。小天的蓝眼睛是遗传的，来自我们双方家族的俄国血统。俄国血统？李母震惊地看着他，这怎么可能？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。李建国耐心地把调查到的情况告诉了母亲，包括美丽家族的历史，也包括他们推测的关于李家的历史。李母听完后，
沉默了很久。所以小天身上流着外国人的血，他的语气里没有了之前的敌意。不只是外国人的血，还有中国人的血。美丽说道，他是两个民族爱情的结晶。李母看了看摇篮里的小天，孩子正睁着那双蓝眼睛，好奇地看着世界。突然，他的表情软化了。这孩子确实长得很漂亮。妈，您不反对了？李建国惊喜地问道。反对什么？李母伸手轻抚孩子的脸颊。他是我的孙子，不管长什么样，都是我的骨肉。只是之前不明白情况，才会胡思乱想。这个转变让李建国和美丽都松了一口气。家人的理解和接受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李建国主动找邻居们解释了情况。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理解，但大多数人都表示了善意。张阿姨甚至说，现在想想，小天这蓝眼睛确实很特别，长大了肯定是个帅小伙。在单位里，李建国也坦然地面对同事们的询问。他发现，当他不再回避这个话题时，大家的态度反而变得友善了。老李，你儿子这基因挺有意思的。同事小王开玩笑说，以后长大了肯定是个国际化人才。是啊，现在这个时代，多元化背景是优势。另一个同事附和道。这些积极的反应让李建国意识到，很多时候是自己的心态影响了别人的看法。当他坦然接受小天的特殊之处时，周围的人也开始以欣赏的眼光看待这个蓝眼睛的孩子。半年后，小天已经学会了坐起来，那双蓝眼睛显得更加明亮和灵动。李建国每天下班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儿子。看着那双眼睛，他总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连接感。这天，美丽收到了一个国际包裹。建国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李建国接过包裹，发现寄件人是一个俄国名字，安娜·卡捷琳娜·沃尔科娃。这个名字，美丽惊讶地说。卡捷琳娜不就是我太奶奶的名字吗？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，里面有一封信、几张照片，还有一个精美的俄式套娃。信是用中英文对照写的。亲爱的中国家人，我是卡捷琳娜·沃尔科娃的曾孙女安娜。通过家族资料的整理，我找到了你们的地址。我的曾祖母生前常常提到她在中国的家人，特别是那个叫王文轩的男人。她说那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。李建国和美丽激动地继续读下去。我们一直在寻找中国的亲人，希望能够了解曾祖母在中国的生活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很希望能够见面，分享彼此的家族历史。信的末尾附上了安娜的联系方式，还有一张现代的全家福。照片上的一家人都有着典型的俄国面孔，特别是一个小女孩，有着和小天一模一样的蓝眼睛。建国，你看这个小女孩。美丽指着照片，她的眼睛和小天简直一样。李建国仔细端详着照片，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。这是血缘的神奇之处，即使相隔千里，即使时间流逝，基因的连接依然存在。我们要不要联系他？美丽问道。当然要，李建国毫不犹豫地说。这是小天了解自己身世的好机会。他们立即给安娜发了电子邮件，详细介绍了小天的情况，还附上了孩子的照片。第二天就收到了回复。安娜和她的家人都非常兴奋，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安排见面。这次意外的联系让李建国和美丽都感到兴奋。他们意识到，小天不仅仅是他们的孩子，还是两个国家、两个民族之间的桥梁。美丽，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让小天学点俄语？
李建国抱着孩子说道：“这个想法不错。”美丽笑了，多掌握一门语言总是好的，而且这是他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小天似乎听懂了父母的对话，咿咿呀呀地叫了起来，那双蓝眼睛闪闪发光，仿佛在表达着什么。李建国亲吻了一下儿子的额头：“小天，爸爸会让你为自己的身世感到骄傲的。”1年后，安娜一家真的来到了中国，在上海的机场，2个家族的成员第一次见面。当安娜看到小天时，眼中含着泪水。他真的很像我们家族的孩子，安娜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道，特别是这双眼睛。安娜的女儿娜塔莎今年5岁，看到小天时立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2个孩子很快就玩在了一起。看到他们，我想起了曾祖母的故事。安娜对李建国和美丽说，她总是说，爱能够跨越一切界限，包括国界、语言和文化。这次会面持续了1个星期，安娜一家不仅带来了更多关于卡捷琳娜的资料，还带来了俄国的传统文化。他们教小天一些简单的俄语单词，给他唱俄国的摇篮曲，还教美丽做传统的俄式菜肴。这感觉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团聚。李建国感慨地说，就是一个大家庭。安娜笑着回答，血缘的连结是永远不会断的。临别时，安娜给小天留下了那个俄式套娃，这是曾祖母留下的，现在传给小天，希望他长大后能够理解这份礼物的意义。李建国接过套娃，感受着它的分量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玩具，更是历史的传承，是2个民族友谊的象征。我们会告诉小天这个故事的，他承诺道。安娜点点头，每个孩子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根源。小天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，这是他的财富。送别时，娜塔莎和小天虽然还不会表达，但2个孩子都哭了，仿佛本能地感受到了分离的不舍。他们以后还会见面的。美丽安慰着哭泣的小天，这只是开始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小天已经3岁了，她长得越来越漂亮，那双蓝眼睛成为了她最显著的特征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她开始理解自己的特殊身世。爸爸，为什么我的眼睛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？有一天，小天好奇地问道。李建国蹲下来，看着儿子的眼睛，因为你很特别，小天，你的眼睛里有2个国家的故事。什么故事？小天眨着大眼睛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美丽的俄国公主，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遇到了一个善良的中国王子。李建国开始讲述那个关于卡捷琳娜和王文轩的爱情故事。小天听得入神。那个公主就是我的太太奶奶吗？对，就是她。你的蓝眼睛就是她留给你的礼物。美丽加入了对话，这让你比别的小朋友更特别。我喜欢我的眼睛，小天自豪地说。老师说，我的眼睛像星星一样亮。听到这话，李建国和美丽都笑了。孩子的纯真让他们意识到，接受和骄傲可以这么简单。在幼儿园里，小天因为独特的外貌受到了很多关注，但大多是正面的。老师们都很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孩子，小朋友们也喜欢和他玩。小天的眼睛真的很特别。幼儿园园长对李建国说，我们正在开展多元文化教育，小天是很好的例子。这让李建国感到欣慰。时代在变化，人们的观念也在进步，多元化不再是异类，而是被当作丰富性来欣赏。一天晚上，小天拿着那个俄式套娃玩耍。爸爸，这个娃娃为什么一个套一个？因为这代表着传承。李建国解释道，就像我们的家族一样，一代传一代。
每一代都承载着上一代的爱和故事。小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，但这颗种子已经种在了他心里。美丽在一旁看着父子俩，心中充满了温暖。这个曾经让他恐惧的秘密，现在成了家庭的骄傲。他想起了卡捷琳娜，那个勇敢的俄国女子，想起了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对新生活的拥抱。建国，他轻声说道，我们应该带小天去俄国看看，让他了解自己的另一半根源。这个想法很好，李建国赞同道，等他再大一点，我们一定要去。小天抬起头，那双蓝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。我要去见娜塔莎姐姐。好，我们去见娜塔莎姐姐。李建国抱起儿子，你要学好俄语哦。好，小天用力点头。夕阳西下，一家三口拥抱在一起。那双曾经让他们困惑和痛苦的蓝眼睛，现在成了他们最珍贵的财富。这双眼睛不仅连接着过去和现在，更指引着未来。小天会带着这双眼睛长大，带着两个民族的血脉和文化，成为真正的国际化人才。而李建国和美丽也因为这个特殊的孩子，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包容。爱情，如卡捷琳娜曾经说过的那样，真的能够跨越一切界限。而这双蓝眼睛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